在我实践极简生活的这几年以来呢，我不仅学会了断舍离，让我生活更简单，并且也减少了对购物欲的冲动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它还让我审视了自己平时在生活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。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。不知道你们父母是不是在你小的时候，老是会让你多吃米饭？我记得那个时候呢，我碗里的米饭每次都装得很满。不仅是这样，他们还会往上给我夹菜，导致我的米饭和菜呢都叠得非常的高。那我现在吃饭呢是完全不会吃饱，只会吃到7分饱。之前我每次吃太多的时候呢，肚子就会非常的难受。吃完之后走路走太快的话，我的胃就非常的不舒服。那为了让自己有个更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我都会在差不多有饱腹感的时候就不继续吃了，这样的话我的身体也不会那么难受。糖和碳水是造成脸上长痘痘的原因之一，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，更是为了我的皮肤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。我从半年多前就开始减少带有任何糖分或者是碳水的食物，但有的时候呢，也会忍不住想吃甜的，或者是我觉得我的身体需要一点碳水的时候，那我就会吃一点烤红薯或者是一些低糖的水果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皮肤的困扰呢，除了看医生涂药之外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饮食。不管你往脸上涂多少的产品，如果你还一直继续吃那些容易引发痘痘的食物的话，那就等于没有效。我这次呢，也是因为自己皮肤的这个问题，才让我更加去重视自己的健康，以及每次吃进肚子里的一些食物。那在视频上可能看得不太出来，又或者我很少表现出来，但是我的性格其实是很容易急躁，表情呢也控制不住的就会全部写在脸上。所以每次遇到一些事情呢，我就喜欢皱眉头，就像这样。那这个表情呢，可能会给外人看起来很反感，就是别人看起来就会觉得这样子很丑。所以呢，我开始尽量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管再怎么样，都不要把所有的表情表现出来。这样子呢，就会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情绪化，而且很容易被人猜透的人。自从我现在的饮食有了新的变化之后呢，每次买菜呢都是买一些固定会吃的东西，数量呢也基本都掌握在自己能吃完的程度上。那为了避免我不浪费食物，像那些已经开封过并且保质期很短的食物，我会在开封之后2天内吃完。那如果没有开封过的食物呢，通常其实都可以保存得很久。另外我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呢，都会尽量往货架最里面去拿，因为那个是保质期最往后的，然后也是稍微新鲜一点的。之前在大3还是大4的时候呢，上了一节营养学的课。那自从上了那节课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零食的成分是有多不健康。虽然我也很早就知道零食其实对我们不好不健康，但每次呢还是会忍不住的去吃。后来我就学会了，每次在超市里面呢都会去看产品的成分表。每次看到成分表里面含有大量的糖、碳水还有卡路里，我就会默默的又放回了货架上面。要是换做以前的我，可能都不会去看那些成分表，直接就把零食往购物车里面去扔。现在呢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了嘛，所以就学会去看成分表。那时间一久，我就更能容易的去控制自己不去买零食，甚至是经过零食货架的时候，我都能忍住没有想要吃的欲望。要说我今年最大的变化呢，就是学会利用碎片时间去读书。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呢，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的话，我都会拿出我的 Kindle， 或者是平时无聊的时候，与其在刷手机，我会习惯的去拿起 Kindle 读书。如果你不是一个经常会读书的人，可能听到我这么说会觉得怎么这么无聊，或者是我的话可能不太可信。但我是从小学就开始喜欢上了阅读，现在呢我是会去读不同类型的书，然后也有读中文，也有读英文。
文，也是因为我平时看手机看太多了，需要一些让我静下心来做的事情，那就是读书。因为读书呢，往往需要你有一定的专注力，还有能去了解作者文字的意思。读书不像平时你玩手机或者刷短视频那样，你是不需要脑子的，然后脑子呢就会吸收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，到最后呢什么都没有收获到。读书对于我来说呢，是可以去替代我玩手机的时间。我能毫不惭愧地说，作为一个曾经喜欢买到了商场后就非要买点什么东西的人，到现在呢，我就算去逛商场，我也能很好的去控制购物欲。就算我看上了某件物品，我也能在结账前会对自己有个理性的思考，自己到底需不需要。我买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需要工作多少时间才能赚得回来？要记住，不要为了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东西去买，因为你对物品的喜欢很快就消失，大多数情况呢都是在你买回家之后，过了几天就突然不喜欢了。所以呢，在购买之前要多想一想，除了喜欢之外，它还有什么能吸引到你的点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弹幕告诉我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忘记关注、点赞加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